大家好啊！虽然我不是巴斯特，本次要介绍的玩具是来自于 UNEX 系列的战斗大师。UNEX 这一子系列的所有模具都来自于美版 PC 新玩具线，不过与孩之宝方面比较随性的背景故事设定不同，塔卡尔为其编写了全新的故事，并直接将其设定成日版 G1 角色的升级形态。虽说文字篇幅不算多，但信息量不少，可以说是一个为日版G1 宇宙故事连续性起到一个补充作用的冷门系列。左右次世代战局的是汽车人与霸天虎两派围绕着无人机所展开的争夺战。此时，碾压大师与直升机大师均战至力竭，两位变形金刚与4台无人机横列在瑞士的雪原之上。就在这时，一阵笑声传来，哈哈哈！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对战略本质的理解，合体。伴随着这句话，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的第3位变形金刚战斗大师与4台无人机完成合体。为何计划泄露给霸天虎了？他们竟然也拥有大师级的合体战士。而战斗大师完全无视了直升机大师的惊讶，抱起满身疮痍的碾压大师冷静地回应道：“不对，是混乱大师才对。不过知道这个名字的汽车人都不存在于世了。好了，永别了。”话音落下，战斗大师发射的攻击命中远方山顶的雪原，下一个瞬间，周围发出细微的震动。那震动在转瞬之间又急剧扩大，战场上强烈的雪崩倾泻而下。战斗大师将受伤的直升机大师抛在身后，独自朝远方飞去。回到霸天虎地下秘密基地中的战斗大师，向墙面屏幕中的身影恭敬地报告道：“总统大人，不久之后，所有的能量核心无人机都会落入我们霸天虎的手中。”可听着战斗大师的战报，屏幕中的脸庞没有丝毫表情的变化，让人无法窥探出丝毫的情感，宛如假面一般。佯攻作战上使用了从拟合体数据中所创造出的合体士兵，在他们分身乏术之时，最终的胜利将由我们夺取。次世代的真正的支配者将会是我们呐！那因为这个小说的篇幅有限，所以说呢，这个故事的部分是比较短的，但是其中配置的插画，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多的。左边呢就是神秘的霸天虎大统领天崩啊，那右边呢就是合体大作战时期的战斗盖亚，它是由袭击的数据去创造出来的这种合体金刚。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断出，虽然他没有详细的写 UNEX 到底发生在哪个节点但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还没有创造出战斗盖亚，还没有开始合体大作战。所以呢 ，UNEX 的故事就是平行于合体大作战，或者是说发生在它稍稍之前的这么一个时间线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玩具的部分吧。这个系列它诞生之初的一个概念就是廉价合体，因此呢，这个尺寸上来说就非常的小这个本体能变形的这个家伙，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童子军级的大小。那这些不能变形的无人机呢，就是要比托米卡还要小一些还要小一截。尺寸上来说呢，合体完以后能达到一个微级别的水平。那单体就不太够看了，而且这个小零件都是用来做联动了，它本身的这些分件是比较少的。对了，他们几个无人机的名字还是比较有梗的，这个系列所有的无人机的名字都挺有梗的。那这个袭击也就是战斗大师，他的这些无人机都是德语词。这个呢叫迫击炮无人机，这个就是坦克无人机。这一个是炮兵无人机后面是斥候无人机都是德语词，怎么念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们就一台一台来看一下吧。首先是这个迫击炮无人机，上面是一个黑色零件上上漆导弹的地方又凸出来。这个比起迫击炮可能更像是一种导弹车的造型吧，前面还有一些蓝色的分色。这个地方是在黑色零件上上漆霸天虎的标记是一个紫色，不过这看着有点像黑色。它的可动处就完全没有了，只有这个轮子可以滚一下还是有一个比较畅快的推车的效果。前面这个地雷铲这个地方也做出来了，还挺好看的一个小车吧，挺不错的。这边这个坦克无人机呢，也是有履带上漆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转一转，而且它不仅是炮转，底下这一节也会跟着转，算是一个算是小联动吧，应该不算吧。那霸天虎的标志是在这个地方，整个后半截因为要变出这个手臂来，所以说会多出来一块看着有一些
诡异吧，就是这么一个小造型，还是挺帅气的。这个坦克无人机，这两个呢是变成手臂啊，它的这个双手是可以互换，但是双脚是不可以跟双手互换的。这个虽然是自由合体这么一个口号，但实际上它只能互换的部分是非常有限的。那后面这一台呢，就是炮兵无人机啊，这个真的叫炮兵无人机吗？感觉就是一辆装甲车的造型啊。后面的炮的部分也太寒酸了，而且它不能转，它是不能转的。前面这里有上漆啊，这个玻璃也有上漆，涂装还是比较多的吧？这些银色的地方啊，都给你涂出来了。霸天虎的标志是在车头这个位置啊，这个轮胎也是有的，后面的这个假履带也是可以转的，也是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推车的展示的。那最后这一个呢，就是斥候无人机啊，这个是这个斥候无人机，是一个小车的造型啊，有上这种类似于香槟金的漆吗？这是。探照灯的地方也有涂装啊，这里也有突出这个车灯的效果来，还是涂装的地方是比较多的啊。这么小的、这么廉价的车都是一个铆钉轮啊，现在都是这种卡扣轮比较多了。霸天虎的标记呢比较小，是在这个位置，后面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去单独去旋转的。这一个武装啊，都是有这个武装啊的，都是几个武装车辆嘛啊。那这些无人机呢，大概就是这么些样子了，他们的玩法基本上没有啊，就是一个看的一个小摆件了。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合体的话，把那些从属的无人机请到一边，我们来看一看战斗大师，也就是袭击它的表现吧。虽然从这个驾驶舱能看得出来，它这个载具啊应该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大拖车啊，这种带着武装的大炮的拖车的造型，但是实际上它的尺寸就是一个比童子军级稍微大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尺寸了，是要比一般的 D 级还要小非常非常多啊。整个收纳的样子也是做的比较简陋啊，甚至从后面就直接能看到这个合体部件啊。底盘来看呢，怎么个变形方法也是一目了然，整个人形就圈在这里面了。但从上方来看呢，整个造型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这种大炮拖车还是很容易让人想起来G1袭击它的样子的。双管炮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去活动啊，可以抬起来。然后这个炮管自身也是可以去动的啊，都是有一个活动的效果。后方呢，这种防空导弹也是有一些涂装的，分色做的还挺不错的。本身这个大炮台呢，也是可以去旋转的，可以去自由的旋转。底部呢也是打了这个铆钉轮啊，可以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推车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它的变形吧，变形也是比较的简单。首先呢，我们先把后方这手臂这两边给它解锁啊，里面都是有一些卡扣的。解锁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盖板呢给它打出来，打平，这边也是一样的，打平。这个样子，这个人形就基本就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变它的双腿的部分，把这个裙甲给它掀起来，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啊。这个地方要避让着旋转转过来，然后再给它放下来。这个样子呢，它的双腿啊，这个前面这个是前脚掌，这边呢也是啊，它的后脚掌呢就是它的合体部件去充当的这样子，给它翻出来。虽说这个样子啊是比较丑，但是这个接地性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后脚跟非常非常的大。那上半部分呢，就把这个炮台啊转过来，然后呢手臂放下来，转到正面来，这边也是一样的这个步骤，然后两边打开，这个炮呢给它摆正，然后往前翻。那这个样子呢，我们的战斗大师啊袭击就已经是变形完成了。只看载具的时候还觉得挺长的，但一变成人形就露馅了，是一个小矮子。我们拿一个通天晓啊 STD 的这个版本来对比一下吧。可以看得出来，它比这个 D 级的身高还要小，非常非常的多，基本就是当时的一个童子军级啊。因为它要变形呢，可能分件什么的稍微复杂一点，但身高就是童子军级的东西。我们拉进来，稍微看一看它的表现吧。首先是这个可动性啊，这个手臂都是一些球关，这里也是球关啊，关节是做的比较简陋了，都是一些球关的可动啊，这个松紧度还是可以的，但是毕竟是球关嘛，日后肯定会松的。就现在来说，这个把持力度啊，绝对算是够用了。
质量还是挺不错的。裙甲呢，刚才也展示了，是可以打开的，往前翻开以后，腿部就可以有一个可动了。这个前踢啊，这个比较小了，因为它涉及一个卡扣啊，跟这个有一点干扰到。平转呢是在这个地方，屈膝呢是在这里啦。这个该有的关节都有啊，但是这个可动效果确实是一般，因为它的四肢实在是太短了。整个背泡也是有一个活动的效果的，通过这一节可以进行一个调整啊，去这样子，或者是稍微掰出点角度来，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按照官图来说啊，它是有一点点向上倾的这种角度啊，我们就这么给它摆好了。腿部因为变形的原因是有一个前后的接地啊，它这个接地性不用多说，后脚跟这么长，这整个基本上随便放都能站得住啊，接地性还是挺不错的。稍微拉近镜头看一看这个头雕的表现，虽然说这个东西啊做的非常小，但这个细节的刻画还是一丝不苟的。头顶上有金色的分色，红色的眼睛，然后脸是刷了这个银漆啊，而且它这个人脸呢也是有表情啊，有鼻子，有嘴巴，还有下巴。做的非常具体的一张脸啊，还是挺细致的。在这么一个尺寸的东西上来说，这种美术风格呢，也有些电影版的感觉啊，毕竟是同时代的东西，自然会有一些元素啊被采纳进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单体的表现了。我们来给它变成它的 Prime 模式，就是它的合体模式。首先第一步，我们看到这个背部这里啊，后面这个背包这个炮的部分给它旋转过来，转到上面来，然后呢，把这个黑色的盖板给它打开，打出来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转轴这里啊，整个它里面还有一个转轴，给它扣上去，给它像是穿衣服一样，把这个人形啊上半部给遮住。我们要用点力，稍微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紧的，给它扣过来，这样就扣住了。这个炮呢，稍微给它调整一下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把这个炮呢往前去打。然后这个地方呢，要把这个轮子朝前啊，这么去摆放。这边呢，通过这个转轴，球杆的转轴给它转过来，凸起跟凹槽进行一个咬合。这里能听到这种结合的声音啊，咔的一声扣进去，这就结合成功了。另外一边呢，也是完全一样的，轮子记得朝前，然后通过这个球冠呢，给它插上去啊，听到咔的一声，这就结合完毕了。那这个炮呢，要稍微给它调整一下，这大概这种角度就可以了。至于下半身的处理就更加简单了，屁连性给它撩起来，然后呢前脚掌打起来啊，扣进去，然后把后脚跟呢给它掰出来作为合体关节啊，这样子就 OK 了。然后旋转到有漆面的这里啊，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卡扣啊，你给它往上推，它自己就会卡住，能听到这个卡扣的声音的。这个地方有一点像合体战争那种感觉了，一凹啊，变成这个胯部加上这个大腿的部分啊，这边也是给它往上扣，听到咔的一声，这就结合完毕，屁连再打下来，那这个样子呢，就是它的领袖模式，这个 Prime 模式。接下来就是这个系列最畅快的合体的部分了，我们看到这一个接孔啊，要怼在这里，就会有一个自动联动变形。我们要先把这个稍微松一下，这个它是有卡扣卡在这里面的，这样就很难去推动它。我们要给它解锁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接孔往里面怼，能看到吗？整个手臂就哇，里面全是这种像电影玩具一样的这种连杆的细节，就联动变形就出来了。哇塞，太酷了，太酷炫了啊！另外一边是一样的啊，这边给它往里面怼，可以看到啊，这个爪子伸出来了，里面这些连杆也都出来了，哇，太酷炫了，太酷炫了啊！双腿这里也是一样，给它往里面怼，它就会，这个地方很难掩饰啊，我们从这里看吧，这样子，就自动变形啊，整个就打开了，变成脚掌，然后这个炮呢也来到正面了，太爽快了，这个自动变形啊，确实很酷炫。虽然说它有这个联动的效果啊，就牺牲了非常非常多，但是你真正去合体看到它变出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值得啊，值得。最后这一个呢，也给它往里面插吧，一插啊，这个轮子就打开了，可以看到啊，怼进去，哇，整个就爆甲爆开了，这里也都掀开了，那这个样子呢，最后再把这个头部给它转过来啊，我们的战斗大师啊，就已经是合体，这个地方没插进去啊，没插进去，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合体完成啊。稍微调整一下镜头，战斗大师就是袭击的 Prime 模式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套合体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非常帅气啊！整个载具的统一感是非常强，都是这种军事载具，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武装啊，看起来是非常有侵略感的。我非常的喜欢它把人形的双手填充到胸部两侧的这个操作不仅是有非常明确的卡扣位的结合，还有这个扩胸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天才的一部变形。两边的这个大爪子也是破坏力十足有这种电影版大力神的感觉了。不过这一个，因为它要联动变形这个基本就没什么可动了。它的可动全集中在这个根部这里了，就是这可以旋转一下，然后可以平抬把这个抬上去。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可动了，这个可动是比较的尴尬的。那腿部的可动可能稍微健全一点它这个前踢这里也可以单独的去可动，也可以旋转腿部的可动还是比较健全的。不过它这个前踢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斜切的，无论你怎么去调整，它永远就是斜着踢上来那只能去以这种比较奇怪的角度去踢腿。可动来说并不是它的强项了，可动是比较的难顶但这个造型来说，就站在这里还是足够帅气了。头部的分色也是延续了人形的分色，有金色的点缀，红色的眼睛铁灰色的脸庞整个感觉是非常冰冷的这种作战兵器的感觉，不愧是冷静的战略大师这么一个设定啦。整个胸部的造型也是相当立体了，有这种层层堆叠的结构一层一层的，这边还有两个轮子放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性感。这个变形它的这个涂装方面来说是要比美版的那个配色要丰富非常多了，日版确实是涂装方面给的非常的足整个胸部的结构有这么多的颜色，而且这些蓝色都是有一直连续的上来到这里也都是有，然后又分散到四肢方面哇，这个分色做的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了。那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意下如何呢？PTC 这个系列确实是非常的冷门它这个减配合体的概念可能在当时来说并不受待见吧。整个系列来说，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这一个联动变形不过为了这些联动变形确实是单体的部分牺牲的太多了，只有主体可以变形，其他的四肢都被设定成了无人机现在回头来看，觉得这个系列其实还是蛮好玩的吧。这个联动变形玩起来确实是非常开心往上一插，啪，自己就爆开了。特别是日版为它编写了更多的故事，把它们设定成了我们更加熟悉的G1角色。可能这就是故事金刚的魅力吧。那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巴斯特，我们再见吧，拜拜。